在剑来中，诸多核心人物的塑造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深深植根于华夏传统文化的沃土。其原型多源自历史名人、诸子百家与神话先贤，使得人物形象兼具玄幻色彩与文化厚重感。同时，小说构建的旧天庭体系脉络清晰，层级分明，其中的至高神灵与高阶神灵各怀神通，命运交织，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力量。核心人物原型溯源。小说中诸多关键人物的原型，串联起了华夏历史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男主角陈平安，其精神内核与明代思想家王阳明高度契合，深植知行合一的理念，在风雨飘摇的人生历程中，始终坚守本心，践行正道。而性情温润却心怀天下的齐敬春，原型则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暗含其以法治世、兼济苍生的理想追求。权倾一时、谋略深远的崔禅，原型为秦朝丞相李斯，两人皆以雄才大略搅动时代风云，在权力与道义的漩涡中艰难抉择。作为世间精神标杆的至圣先师，无疑是以儒家创始人孔子为原型，其奠定的儒家思想成为浩然天下的精神根基。道祖则对应道家始祖老子、李耳，秉持道法自然的核心要义，是亲临天下道家修行者的精神领袖。兵家出祖江社的形象更为多元，融合了蚩尤的勇猛、孙武的谋略与项羽的盖世豪情，成为兵家传承的源头象征。佛祖原型为释迦牟尼，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理念，构建起莲花天下的佛家体系。真无敌于斗原型是真武大帝，凭借无上战力成为一方天地的守护者。李胜、于克的形象则融合了多位先贤的特质，既有周公旦治理作乐、规范秩序的功绩，又兼具仓颉造字、传承文明的神圣使命，是儒家礼乐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亚圣原型为孟无赡养浩然气的理念贯穿其修行与行事始终，成为儒家浩然正气的重要传承者。文圣老秀才则对应荀子，秉持性恶论，坚信后天教育能够涤荡人心，塑造品格，其育人理念深刻影响了崔禅、左右等弟子。文庙内部的核心人物同样有着清晰的原型溯源。文庙教主董老夫子原型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暗合文庙在浩然天下的精神主导地位。文庙副教主朱老夫子对应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深耕义理之学，为儒家思想的体系化发展奠定基础。另一位文庙副教主韩老夫子原型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秉持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理念，致力于儒家思想的传承与教化。除此之外，诸多配角的原型也极具文化辨识度。诗名动天下的白野原型为唐代大诗人李白，其诗酒风流、洒脱不羁的性情与诗仙形象完美契合。白玉京三掌教陆沉原型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庄周梦蝶的虚幻与超脱，在其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厉老先生原型为北魏地理学家厉道元，其编著《水经注》的治学精神转化为小说中对天下山河地理的精准把控。书简胡老夫子原型为屈原，心怀家国、孤高自守的品格与屈原的形象高度契合。道陵原型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作为72贤之首，以德性著称，是儒家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周国则对应孔子弟子仲由、子路，兼具文韬武略，其最终归宿也暗合子路葬于河南濮阳的历史记载。旧天庭体系与高阶神灵解析。小说构建的旧天庭、远古天庭体系是远古时期天地秩序的核心载体，其中层级分明的神灵体系承载着天地运转、万物生息的重要使命。旧天庭体系的顶层是5位至高神灵，分别为天庭共主16境、持剑者15境、披甲者15境、火神15境和水神15境，他们掌控着天地间最核心的权力与法则。在5位至高神灵之下，设有12位高阶神灵，各司其职，共同维系旧天庭的运转。他们分别是雷部诸司之主、男子地仙之祖、女子地仙之祖、行刑者、独目者、寤寐者、新生者、复刻者、回响者、布局者、拨乱者，以及一位不知名的高阶神灵。这12位高阶神灵各怀神通，其命运与人间界、蛮荒天下的兴衰紧密相连。以下将对诸位高阶神灵的身份、职责、命运及相关事迹展开详细解析。男子地仙之祖青铜天君杨老头。男子地仙之祖在旧天庭中位列青铜天君，核心职则是掌管天下男仙的名籍，其原型为道教中的东王公。与其他远古神灵不同，他源自人族，凭借自身修行登临神位，因此始终保留着浓厚的人性，而非全然冷漠的神性。后来因故获罪，以戴罪之身画地为牢，隐居于离珠洞天的杨家药铺后院，从此不再轻易涉足外界纷争。他手中掌控着一座飞升台，这座飞升台后来被他炼化成了俗称螃蟹方的大学士方。台方的匾额之上巧妙融合了儒、道、佛、兵4家的核心理念，儒家的当仁不让，道家的惜言自然，佛家的莫向外求，兵家的气冲斗牛，足见其修为境界之高深，以及对各家思想的通透理解。此时的他已是14境大修士，实力深不可测。
杨老头一生收徒众多，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李二、郑大风、临江仙、苏店、石灵山等人，但他对弟子并无过多奢求，仅传授他们武学傍身，而非高深的炼气之法。在离珠洞天小镇将要破碎的前60年，杨老头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亲手打散了那个一。这一举措让小镇中的所有人都获得了成为那个一的机会，而这份机缘最终被陈平安所。他对陈平安尤为看重，不仅悉心传授其呼吸吐纳之术与采药术，还将自己的飞剑15赠予陈平安，为陈平安的修行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源自人族的神灵，杨老头始终牵挂着神道的传承。为了保证神道香火不灭，他不惜耗费自己的全部神性重启飞升台，助力周密和阮秀登天回归旧天庭，延续神道的脉络。此外，他对弟子李二的儿子李怀格外疼爱，将其视如己出。在自己离世之后，更是将毕生积攒的全部家当都留给了李怀。这份舐犊之情，尽显其人性中的温情一面。2. 女子地仙之祖，飞升台掌控者奢月。女子地仙之祖与男子地仙之祖类似，同样源自人族修士，凭借自身修行登临神位。他的核心职责是掌控一座飞升台，这座飞升台专门接引世间地仙登高成神，是连接人间界与旧天庭的重要桥梁。同时，他还是远古天庭的天上明月共主，掌控着天地间的明月法则。后来，随着旧天庭的兴衰变迁，他转世重生，成为蛮荒天下的妖族出身的奢月，而奢月最终与刘宪阳结为夫妻，其命运与人间界的修士紧密相连。3. 雷部蛛丝之主，雷法掌控者。雷部蛛丝之主是远古天庭中雷部体系的最高掌权者，掌控着天地间的雷霆法则，负责掌管雷部蛛丝的运转，主导雷霆惩戒、行云布雨等关乎天地气象与世间秩序的事物。作为旧天庭的核心高阶神灵之一，其权力与实力都极为强大，是维系旧天庭秩序的重要力量。不过，关于其具体的事迹与后续命运，小说中并未过多赘述，仅留下了模糊的轮廓。4. 行刑者，斩龙台执法者。行刑者隶属于旧天庭5位至高神灵之一的持剑者，即剑妈、老剑条、剑灵。其核心职责是在斩龙台执行刑罚，专门处置触犯天条的神灵与精怪，尤其是龙族相关的罪犯。在人族与神灵的大战爆发后，旧天庭体系崩塌，行刑者也因此身受重创，陷入沉睡之中。其沉睡之地就在剑气长城附近。后来，鄂必托月山曾试图剥离其残余的本命神通，以增强自身实力。当行刑者再次现身于剑气长城时，已是大战之后的岁月。此时的他早已不复当年的神威，现身的唯一目的并非搅动风云，而是为了脱离无尽的苦海。然而，他的现身并未如愿以偿，反而遭遇了剑气长城的老大剑仙陈青兜。陈青兜一剑便斩碎了他的金身，终结了他的痛苦。值得一提的是，行刑者手中的那把侠刀斩龛被陈青兜留存了下来，最终作为陈平安与宁瑶成亲的贺礼，赠予了这对新人，让这把承载着远古刑罚记忆的兵器有了新的归宿。5. 独木者，昼夜与水族管理者。独木者隶属于旧天庭5位至高神灵之一的披甲者，其职责范围极为广泛，主要负责天地间的昼夜更迭，确保日月轮转，时序有序。同时，他还掌管着天下蛟龙之属与水翼仙灵的赏罚，维护水族生灵的秩序。此外，他还与一位雷部高位神灵分工协作，分别负责化龙池与斩龙台的相关事务。化龙池是水族生灵进阶化龙的关键之地，而斩龙台则是处置龙族罪犯的场所，两者共同维系着水族与龙族的秩序。在旧天庭崩塌、人神大战结束后，独木者并未消亡，而是选择在五彩天下蛰伏多年，默默积蓄力量，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他的蛰伏最终未能如愿，在后续的剧情发展中，他被宁瑶斩杀，结束了其漫长的蛰伏生涯。6. 回响者，跨州受阻的神灵。回响者是一位行踪神秘的高阶神灵，他曾从外域降临，出现在同叶州境内。按照他的计划，原本打算横渡大海，前往宝平州的老龙城。然而，当他抵达海岸之时，却遭到了崔禅与齐敬春的联合阻拦，未能成功登岸。此次受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后来，女子地仙之祖的转世奢月继承了他的一部分神位，延续了其相关的神力与职责。7. 寤寐者，梦境之主。寤寐者是旧天庭12位高阶神灵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被誉为梦境之主，掌控着天地间的梦境法则。其核心本命神通便是能够将神灵之外的一切灵性众生囚禁于梦魇之中，使其陷入颠倒梦想，滋生心魔，最终在梦境中迷失自我，耗尽生机。这一神通极为诡异霸道，是极具威慑力的杀手锏。在后续的剧情中，托月山将寤寐者视为对付阿良和左右的重要底牌，试图利用其梦境神通重创这两位实力强大的儒家修士。阿良与左右皆是浩然天下的顶尖战力，而托月山选择以寤寐者作为杀手锏，足以见得寤寐者梦境神通的恐怖威力。8. 新生者，止语神通掌控者。新生者也被称为无言者，
其核心能力是掌控一门极为特殊的止语神通。这一神通能够压制生灵的言语与心声，无论是纯粹武夫的巨婴呈现绝技，还是炼气者的心声言语秘术，都无法摆脱这一神通的压制，足见其神通的克制范围之广。作为掌控言语与心声的神灵，他在旧天庭体系中负责维系神灵之间的信息秩序，避免言语冲突引发的混乱。不过其后续的命运与事迹，小说中并未详细展开。9. 复刻者、秘境与神器铸造者。复刻者又称想象者或铸造者，是旧天庭中极具创造力的高阶神灵。他的核心能力是凭借自身神力造就出无数山河秘境，这些秘境形态各异，法则独特，成为世间生灵修行与探索的重要场所。传说中，这一能力极为霸道，唯有佛祖能够凭借慈悲与智慧压制此境，道祖与至圣仙师这样的顶尖存在，也只能在其创造的秘境中全身而退，无法将其彻底破解，足见其能力之高深。就天庭5位至高神灵之一披甲者身上所穿的那件绝世甲胄，便是复刻者的巅峰之作。为了铸造这件甲胄，他以荧惑星作为熔炉，抽取光阴长河的河水作为淬炼之水，耗费了无尽的心血与神力，最终铸就了这件兼具防御与攻击能力的神器，成为披甲者纵横天地的重要依仗。10. 布局者、神灵尸骸安置者。布局者隶属于旧天庭5位至高神灵之一的火神，即阮秀，其核心职责是安置神灵的尸骸。在旧天庭的兴衰变迁过程中，无数神灵在战争与纷争中陨落，这些神灵的尸骸蕴含着庞大的神力与法则，若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天地动荡。布局者凭借自身的能力，为这些神灵尸骸寻找合适的安置之地，既避免了神力泄露引发的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守护了旧天庭的残余底蕴。随着火神阮秀的转世与回归，布局者的相关职责也随之延续。11. 拨乱者、光阴长河守护者。拨乱者隶属于旧天庭5位至高神灵之一的水神，即离柳，其核心职责是维护光阴长河的有序流转。光阴长河是天地间时间法则的具象化体现，关乎世间万物的生死轮回与时序秩序。一旦光阴长河出现混乱，整个天地都将陷入无序状态。拨乱者凭借自身的神力，及时纠正光阴长河中的混乱节点，确保时间法则的正常运转，守护着天地间的时序平衡。在水神离流转世之后，拨乱者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职责，默默守护着光阴长河的稳定。12. 不知名、神秘的高阶神灵。在旧天庭的12位高阶神灵中，最后一位神灵的身份始终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没有任何明确的记载。无论是浩然天下的中土文庙，莲花天下的西方佛国，还是清明天下的白玉京，亦或是剑气长城的避暑行宫，这些承载着世间最高修行智慧与历史记忆的场所，都没有关于这位高阶神灵的任何信息，其职责、能力、命运都无从知晓，成为旧天庭体系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也为小说的剧情发展留下了无尽的悬念。综上，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原型与旧天庭体系共同构建了一个兼具文化底蕴与玄幻色彩的宏大世界。人物原型的溯源让角色更具深度与感染力，旧天庭体系的构建则为剧情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世界观支撑，两者相互交织，使得整个故事更加丰满立体，引人入胜。